中国汽车市场要完蛋了，不是我危言耸听，而是数据已经摆在眼前。就在前几天，又一家 4S 店悄无声息地倒闭了，今年已经是第3890家。而这还只是开始，有专家预测，2025年至少会有195家车企陷入破产危机。为什么？因为新一轮史上最惨烈的价格大战已经打响。大家知道现在车企有多惨吗？我给大家算笔账。比亚迪这个号称新能源一哥的企业，刚刚把海狮05的价格看到了 9.98 万，整整降了 11.5%。但更狠的是，这还不是最低价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一些 4S 店为了回笼资金，甚至开始亏本出售库存车，降价幅度高达 30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相当于一台30万的车，直接亏掉9万就卖。而且这还不是个例。来看看这组触目惊心的数据，今年前11个月，全中国已经有195款车型降价，远超去年全年的150款和前年的95款。纯电动车平均每台降2万，混动车也得降 1.05 万。一位 4S 店老板透露，现在是买多少亏多少，但不降价，连门都没人进。更可怕的是利润数据。11月份的数据简直惨不忍睹，虽然收入达到11241亿，看似增长了 9%， 但成本却暴涨到9837亿，涨了 11%。最后利润只剩374亿，同比暴跌 35%， 平均利润率惨跌至 3.3%， 连路边卖煎饼果子都不如了。一位汽车行业资深分析师透露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价格战了，而是一场不见硝烟的厮杀。我预计到2025年中期，中国至少有1/4的车企会倒闭，特别是那些中小型车企，可能连续亏损6个季度就扛不住了。更糟糕的是，政府的2万元补贴马上就要取消了，12月31号是最后期限。有分析师预警，2025年开年的价格战将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惨烈，这不是在割肉，而是在割骨头。有多惨？我给大家列几个数据，在中国50家主要电动车企中，只有3家在赚钱，比亚迪、理想和问界，其他47家全都在亏损，就连中国最大的汽车经销商广汇汽车都扛不住了，直接退市。这可是一家去年还有1379.98亿营收的巨头啊！我给大家讲个更吓人的事，汽车市场的价格战打得越来越惨烈了。从11月25日开始，特斯拉就宣布 Model Y 后轮驱动版及长续航全轮驱动版可享受尾款直降1万元优惠，同时还提供5年零息的金融方案。这意味着只需首付 7.99 万，月供2667元，就能把一台特斯拉开回家。不止特斯拉，整个行业都在打价格战。据乘联会数据显示，今年前11个月，全国已有195款车型降价，远超2023年全年的150款和2022年的95款。而且降价幅度惊人，纯电动车平均每台降价2万元，降幅达 10%。混合动力车也降价 1.05 万元，降幅达 4.3%。这种全行业的降价潮反映出严重的库存压力。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统计，目前全国 4S 店的库存周期已经超过 2.1 个月，远高于 1.5 个月的健康水平。按此计算，全行业库存积压资金高达数千亿元。多位行业分析师指出，如此大规模的降价促销，实际上是经销商在断臂求生。而且不光特斯拉在降价，几乎所有品牌都在比谁更狠。理想汽车整出个3年零利率，首付只要 6.98 万就能开走 L6， 比 Model Y 还便宜。未来更狠，在2年零利率基础上，还送价值2万的5年 NOP 加高阶智驾。腾势、
蓝图、极客这些2、3线品牌就更惨了，能给的优惠全给了，就差倒贴钱让你开走了。但这些招数管用吗？我给大家看组数据就知道了。今年1至11月，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平均利润率只有可怜的 4.4%， 比去年的 5% 又跌了。有专家估算，光今年前11个月，整个汽车零售市场就损失了1776亿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3个未来的市值就这么没了。更要命的是，这种内卷是没有尽头的。有分析师说得好啊，每个品牌都知道2025年是生死存亡之年，不降价就等死，降价就慢死，但至少还能多活几个月。我算了笔账，就拿一台20万的车来说，如果按行业平均利润率 4.4%， 一台车的毛利也就8800块。这钱连 4S 店1个月的房租都不够交，更别提还要发工资、付水电、搞营销了。一位 4S 店老板吐槽，现在开店就是在烧钱，每卖一台车都要亏，不卖又不行，因为品牌方有销量任务。数据显示，今年预计有4000家 4S 店要倒闭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每天都有11家经销商在倒闭，而且这还只是开始。我跟汽车行业的朋友聊天，他们普遍认为2025年会更惨，因为2个重磅炸弹即将引爆。第一个炸弹是补贴退坡，12月31号以后，政府的2万补贴就没了。有人说这不就2万块钱吗？但你想啊，电动车企本来利润就薄得跟纸似的，这2万一没，不就得从口袋里掏钱补贴用户？第二个炸弹是产能过剩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中国电动车产能已经突破5000万辆，但今年的销量预计也就800万辆左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产能利用率连 20% 都不到。大家想想看，一条生产线投资少说也要几十亿，结果 80% 的时间都在闲置，这些沉没成本谁来承担？更吓人的是，这种产能过剩的情况还在持续恶化。据我了解，光今年就有超过20家新势力造车企业宣布建厂或扩产。但问题来了，市场就这么大，你产能扩那么多干啥？就跟大家抢这点市场蛋糕吗？说到这儿，估计有人要问了，这市场不会真有你说的这么惨吧？咱们来看看另外一个行业，光伏。知道最近光伏行业发生什么事了吗？3大龙头企业通威股份、大全能源、协鑫科技同时宣布减产。你们想啊，这可是占全国光伏产能1半以上的企业啊，一年产能160万吨，现在都顶不住了，要减产自救。为啥会这样？还不是因为产品卖不动，库存堆成山。一块光伏板的理论使用寿命是20至25年，这就意味着什么？就像咱家的冰箱一样，买一台能用10几年，你总不能天天去买冰箱，是不是？现在好了，全行业都在拼命扩产，欧美市场很快就会饱和，到时候这些产能往哪放？这跟汽车行业何其相似。我给大家预测一下2025年的汽车市场会发生什么。首先，那些靠烧钱、靠补贴活着的新势力车企，估计有1半要倒闭。就算活下来的，也得大幅裁员、关停产线。数据显示，去年底中国汽车相关企业员工人数是550万，到明年底可能连400万都保不住。再看 4S 店，今年倒闭4000家已经够惨了，但2025年可能还会有6000家关门。一个 4S 店平均雇佣50个员工，这意味着30万人要失业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人大多都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，他们还背着房贷车贷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一旦失业，整个家庭就完蛋了。还有上游的零配件厂商，一台车大概有3万个零件，背后涉及几千家供应商。现在整车厂都活不下去了，供应商能好到哪里去？据我了解，很多2、3线零配件厂商
已经开始发不出工资了，有些工厂甚至偷偷把设备搬空跑路了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问，那政府就眼睁睁看着这些企业倒闭？说实话，就算政府想救，这也救不了，因为这是结构性问题，不是撒钱就能解决的。就像你得了重病，光吃止痛药能管用吗？更要命的是，汽车行业还有一个定时炸弹电池产能。现在中国的动力电池产能已经突破1000 GWh， 但实际需求只有200 GWh 左右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80%的产能是过剩的。而且这些电池厂的折旧成本每年都在增加，利润空间越来越小。我预计2025年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场景，一大批车企破产倒闭，股市一地鸡毛， 4S 店关门潮持续扩大，失业人员越来越多，银行坏账率暴增，因为那些买车的金融贷款都还不上了，地方政府税收大幅下降，因为汽车产业链的企业都不行了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因为征兆已经出现了。你看看广汇汽车这么大的企业，说退市就退市了。通用汽车的 CEO 都说中国市场这是在自杀式竞争，就连比亚迪这样的龙头企业也不得不通过大幅降价来保市场份额。最后我想说，这种无序竞争、恶性内卷，迟早要出大问题。但现在看来，这个迟早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。2025年或许就是中国汽车业的至暗时刻。